摩托车都要收费了。都要收费了吗？到新疆了，活着到新疆了，没有到油了，距离最近的区还有70公里。后面来狗了。今天第2次拆了，拆完这儿找到露营地，我又得拆一次，相当于今天拆了3次，装了3次。收拾的差不多了。昨天买了3个瓜，这3个瓜10块钱，现在还剩2，先拿来吃一个，然后送一个给那边打扫清洁的人。放这儿吧，放这里吧，谁要谁拿吧。他们打扫卫生的人现在不在，就放这儿吧。先去洗个刀，我昨天拿个刀往厕所走，把人吓了一跳。现在10点48了。今天我的目的地是义乌县，这边信号不太好，就是敦煌这边，点个东西半天才出来。522公里，应该是骑不过去的。我只是把目的地设立在这里，到时候骑累了，骑得不想骑了，就找个服务区，在服务区待着吧。这下面是哈密。因为现在哈密太热了，我就不想去了，然后直接想走到这边，这个天山的北路，就是义乌县这边凉快一点。本来我是想走这个星星峡这边的，但是好像312国道那边在什么扩路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有点不通。然后我就想试一下走高速，听说这边高速不收费，就摩托车不收费。然后我就想试一下能不能上去。绑完了，因为这次要上高速，所以我绑的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认真，要仔细一些。这是我第一次骑摩托车上高速，这个摩托车就没上过高速，不知道他们让不让我上，因为我拉着这么多东西，万一不让我上那就难受了，那我就只能绕道走国道了，因为走国道要绕挺大一截的，因为绕很多天。然后这几天又比较热，所以我才想着走高速。我操，我的机油呢？我可能是车是斜着的原因吗？啊？检测不到油了是什么意思？啊？是因为车是斜着的吗？哇，这个机油感觉怎么有点少呢？但是也在那个刻度里面，应该是没事的。骑到义乌之后，给换个机油。今天要去骑高速，看能不能骑到义乌县。要是骑到了，就破纪录了。要是交警不让我上，那就只能绕路了。看今天到底能不能上这个高速。还有就是高速
会不会收费？现在直接到高速了，但是又过收费站。好，伸住。啊。多喝点，再喝一点呢，喝这么一点，浪费水。哇，好热！我感觉我今天能直接干到义乌去，能直接骑500多公里。主要就是怕追，怕他等会儿中暑了。但是过一阵应该就好一些了，因为我是属于是往北边走。等会儿晚一点的话，太阳在南边的话就晒不到它了。一眼望过去，整个一条路一个车没有。马上到瓜州了，往哈密方向。跟着2个摩托车往前面走了。我现在发现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我这个油表在下降了，没有多少油了，然后距离最近的那个区还有70公里，到新兴峡服务区了。现在跑到这个新兴峡服务区后面来了，哇，屁股都这疼了，哇，屁股疼。不是，哇，这个地上好烫。现在在新兴峡服务区，已经进入新疆界了。还是挺高兴的，已经到新疆了。设立的目标完成了，现在。哇，我跟你们讲一下刚才这个油表的事情。刚才骑着发现油表降得很厉害，然后我发现我离下一个服务区还有70公里，哇，当时都有点懵了，因为我这个油表那会儿就下降了一大半了，最后估计也只能骑个几十公里。我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副油箱和主油箱的是怎么连接的，它的原理是啥？就是油箱它有一个出油口，有一个进气口。那进气口就是让主油箱的那个油它流的比较顺畅嘛，所以它有个进气口。主油箱的原本的进气口它是通过一根管子跟空气相连的，然后加了副油箱的时候，就把副油箱的出油口连接到
主油箱的进气口，然后副油箱的进气口就通过管子跟空气相连。就正常骑车的时候，是先用主油箱的油嘛，用着用着，然后主油箱就会产生一个负压，产生负压之后，那个的副油箱的油就会通过管子抽到主油箱，所以如果连接的没有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先用副油箱的油，也就是副油箱的油没用完之前，我的这个油表它是一直会显示是满格的状态，因为这个油表是主油箱的油表，因为你用一点的话，这个副油箱就会把这个油抽到主油箱一点，就是你用一点，然后就给你补充一点。因为我昨天是加了100块钱的，虽然没加的很满，但是跑个500多公里应该是足够了。然后我骑着发现油表在往下降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劲了。然后我分析了一下原因，就应该是昨天晚上去加油的时候，那个油箱盖子有可能没有拧得完全密闭，就没有完全拧紧，所以就造成主油箱的这个负压它不够强，所以就造成这个副油箱的油抽到主油箱，就是抽的量没有用的量多，然后就主油箱就开始掉。这好烫，这地都是烫的。坐好，坐这。然后然后刚才刺激的就来了，就在我担心骑不到下一个服务区的时候，这个油表它自己又开始往回走了，然后指针就回到了满格的状态。然后我就想到应该恢复正常了，应该是就是主油箱用着那个，应该就是没有拧太紧，然后这个主油箱的油开始用了很多之后，它的负压就足够了之后就把那个抽油的管子的空气给排开了，就相当于那个管子完全就充满了油，就造成了副油箱的油抽到主油箱来的量大于了你那个摩托车骑行消耗的量，然后就边骑这个副油箱就把主油箱给抽满了，所以就边骑这个指针就往上面跑了。就我在想，就是要是当时那个油量骑不到服务区怎么办？那我就得停在这个戈壁沙漠的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然后叫救援，然后等救援来。在这么热这么晒的天气下，我得在那个高速路外面去等着和追两个，然后救援车把你拉到服务区，然后你还得把东西全部卸下来，然后再加油。哇，是不是听着我说的真的头都大了？哇，有点刺激。然后还有更戏剧的来了，就我以为这个油表往上走了嘛，就恢复正常了的时候，我还在高兴，没有那么多麻烦事了。结果没骑多远，就快到这个服务区的时候，这个油表又往下面降了，就是它走满之后又下降了。啊，骑个车跟过山车一样。啊，现在这个油表它又降了一些。哎，我看看下一个服务区有多远。就是如果没有多远的话，我就再继续往前面骑到等它下降之后，看它会不会再把那个油又抽过来。哇！骑摩托车骑这么远了，太厉害了。哎呀！
现在308公里，我现在那个油表它又回升了，应该还能走个好几十公里吧，起码能走到白石泉服务区。这个白石泉服务区没有加油站。如果走到白石泉服务区，这个油表它下降之后不再继续往上回升的话，那我就在这个白石泉服务区，就在这边露营了。我就把副油箱的油用那个管子给抽到那个主油箱去，也没事。又买了个红牛，继续干。现在3点42，如果我今天骑到15的话，起码要6个小时，也就是要骑到10点钟。加油！我很想直接骑过去。请驾驶员提前降下全部车窗，请车内所有人员把身份证提前交给驾驶员，以减少排队等待时间。谢谢你的配合。请驾驶员提前降下全部车窗，请车内所有人员把身份证提前交给驾驶员，以减少排队等待时间。谢谢你的配合。还好不用摘头盔，就刷了身份证。我一看这油表又会不正常了，油表又满了。油表满了，我感觉我今天可以直接干到15去。今天即使骑到12点也要骑过去。刚才超这辆车没超过去，往15这边走了，左边就是乌鲁木齐那边走，现在往15这边走了，沙泉之北。我现在骑了半个多小时，一辆车都没见过，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对面过来的，没有一辆车。还有一条狗，他们还有。看现在这个油在这里，下一个加油站在135公里以外，不知道等会儿怎么喝。现在一点信号没有。现在把马甲脱了，坐在滑板上休息一会儿。他们这个车不走，他们要休息到明天早上再走。他们说这是拉那个枫叶的，好长。哎，现在就很担心，不知道这个油它能不能自动抽到主油箱去。现在又降低了，
如果不能的话，我现在就得把这些东西给拆了，然后手动把那个油给倒到那个主油箱去。先休息一会儿吧，太累了，现在又起困了，喝红牛都不管用了。哎呀，坐在这儿睡20分钟，然后起来看这个车，看这个油启动的时候，这个油增加没有。现在这个主油箱里面应该就是一个负压的状态，它会慢慢把油给往主油箱里面抽。今天这个油量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至少到下一个服务区肯定是够的，就是看这个副油箱能不能把那个油给全部抽到主油箱去了。好，现在现在这个地方他们说42度有点热，但是他们这边湿度低，还是在阴凉的地方，应该是能睡着的。睡醒了，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油表它能不能回去，给你们表演一个单手启动摩托车。刚开始是在这里，看能不能回去。它又回不去了吧？啊？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如果它回不去，我感觉我就得抽油了。旁边他们这些车都是烧的柴油，我想接油都接不到。我靠，这么一点儿是跑不了100多公里的呀，有点头疼了。现在就得拆东西了，不动了。哎，拆吧拆吧。拿饼，拿米啊！我料他都不吃，我这个拿饼。谢谢谢谢，不是。要不在这吃的吧？啊？我要不在我们这吃的。不，你们吃你们吃。看里面的油，用这个瓶子当个中转站。哇，我无语了，有点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意思了。想拍视频，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这突然断了啊！不是，哎呀 ，anyway， 这个直接掉出来了。等会儿先这样吧，升不高了现在。哦，这个味道好远。抽一升的话，能跑多少？啊，不对，40公里。一升的话是40公里。哎呀，这no，这过来，你走。你不要吵人。
上来吧。网络不畅，导航不了。现在往155那边走，是不是就沿着这条高速路一直走就行了？不，还要转第7，转第7京津高速。京新高速。对，就是下一个要转到京新高速。对，前面10公里，10公里往韩密走。啊，应该有信号了吧？我前面。对，有一个是往马东斋韩密走。哦，对，我现在没信号，就导航导不了了。马上前面10公里就转了。哦，你就看着往韩密走就行了。好嘞，好嘞，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没有掉什么东西吧？哎，走错了，妈的，走错了，方向都走错了，在这儿耽搁了1个小时，算是休息了1个小时，眯了20分钟，但是有点没睡着，就是浅睡了一会儿。现在没信号，我导航不了了。所以刚才又问了一下，后面来狗了。燕子，燕子，你不要走，你走了我怎么办？狗来了，你要道别吗？追，哎呀妈呀！追，哎呀！快上来！把人家吓得，追就是现在见到狗他就冲，来上来，从另外一边上来，对，上来，快点！上！嗨，好家伙！这个前面这个川 C 的这个车，又是贴着我去超车。刚开始遇到一辆也是那个车，也是川崎啊，那也是川 C 的。他喵的没看到我是川 A 吗？我就贴着我超车啊，弄得我都直接走到应急车道去了，好恶心啊！我靠！哇，到了最后一个服务区，现在到服务区去打点开水。刚才这一段路就是7、8点这一段，特别多大车，你看这么多。下马牙服务区。哎呀，全是在看我。哎 ，no， 哎呀，像个显眼包一样。打水去。谢谢。追，哎呀妈呀，算了。吃百家饭的。刚才待着吧。待多累呀！那么晚，打点水去。追呢，狗东西，还在搁这儿。追。走快走。还在那捡吃的呢。还壶开水用来泡面，真不错呀，又不用烧水了，我真的很机智。哎呀，屁股疼。
OK， 完事儿。还搁这吃呢。哎，走吧。啊。你也有一只啊？有啊。1岁。我有一只金克劳，一只麻雀，一只罗威大，还有一只边牧。哦，你就是本地的吗？对，我在这服务区的。哦。他也养狗，本地的新 L， 他们这边是 L。加油！你看上面写的刷身份证，要加油要刷身份证。我现在这个油已经见底了，应该还能跑个30左右吧。还有几公里就下高速了。我看一下下高速有没有近的加油站，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得在这里加油了。哇，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啊！下马牙之后，我下了高速，就是走这个335国道，但是这一路过去到义乌县，中间就没有加油站。哇，那我就只能在这个服务区加油了，也就是我又得把这些东西拆一遍。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下马牙这个收费站下去之后，那个335国道这个周围附近有没有加油站呢？过去还有那个盐池，啊。前面还有个盐池90多公里，这是不？盐池。98公里左右。90几公里。98。哦，我骑不过去了，骑不到那么远了。这边下边有个盐池，这不到那个加满了，加的相当。在这加一点嘛。哦。要拿这空嘛？主要是我加的话，我得把这些东西全。哦，不方便是吧？对，我就想到，如果到下一个盐池有90多公里。对，我现在骑不过去了，我只能在这儿加了。哇，懵了，现在得加油了。现在9点钟，拆东西，然后再绑井要畔。看到那个县城，前面有个县城叫个义乌县。义乌县。多少公里？60。60，我觉得我也骑不过去了。60，你如果知道那县城可以住下，最近了。哦，对了，然后我感觉我只能在这儿加了。那只能加回来。你开这，开这吗？开这吗？还有。今天第2次拆了，拆完这儿找到露营地，我又得拆一次，相当于今天拆了3次，装了3次，懵了。哇！看一下现在9点半，刚好半个小时。拆下来，然后加油，然后再把它装上去。我已经尽可能的快了，就是拆下来要快一点，装上去稍微要慢一点点。总共花了30分钟。他们这边加油站进站的地方就需要刷身份证，然后进来。刷完身份证还要刷脸，但是我刚才戴着墨镜不行，但是我把眼镜取了就可以了，就不需要戴头盔，就直接能刷成上。然后加油的时候，那个油枪那个地方也需要刷一下身份证，相当于要刷2次。哎，我本来想着下了这个收费站附近应该就有那些什么居民，结果是我想多了，我还是把新疆想小了呀。我发现一下收费站好几10公里没有人家，哎呀！我如果昨天把油加满，而不是只加100块钱，再多加个14块钱，再加个2升的话，
我差不多，我今天就不会这么尴尬了，就是要拆2次了。如果我昨天多加10几块钱，我今天就不用拆了，就直接一口气能干过去了。欢迎来到哈密市 ，OK， 我谢谢你啊。现在9点半，去到义乌县，现在已经是义乌县城了。骑到义乌县城还有58公里。哎呀，现在有个情况就是有点天黑了。我这个车现在射灯坏了，现在还有4.7公里到收费站。进入匝道。等一会儿，我没有卡。等一会儿，没卡有。按我们路段给您收的。按他们路段给我收。给您票。啊？然后再给您票扫这里。你们是扫这里啊？义乌那边有打卡点是吧？啊？义乌那边有打卡点是吧？你们的。义乌啊？嗯。没有，我就到处转，走着玩。现在摩托车都要收费了。都要收费了吗？哦。好，谢谢。你给我吧。好，拜拜。啊，拜拜。哼，收了我48块钱，兄弟们要收费了，收了我48块钱。他问我从哪里上的高速，我没有领卡嘛，我就跟他说最近的一个点，他就按他们这边的收的。而且那个栏杆它比较小，就是那个栏杆右边的空隙很窄。哇，终于下高速了，我还活着。我的屁股还在。现在10点钟了，到新疆了，活着到新疆了。虽然现在很晚了，我已经不想赶路了，就这样慢悠悠的走吧。今天下午就是6、7点钟开始，到义乌这边这个高速路上特别多的大车，就是我得时刻盯着后视镜里面的大车，就遇到他们靠近我，然后他半天不变道的话，我就得往旁边走一些，甚至就走到应急车道上去。我怕他们走神。今天我就要到义乌，我看谁敢拦我。我今日就要帶佢走，我睇下邊個夠膽攔我。今天上午就說了，騎到12點我都要騎到，馬上就完成目標了。什麼挨餓，什麼累，不在話下。我靠，剛才路邊有一個那種警示的，就是有一輛那種紙座的那種車，
还有一个那种交警的那种人，穿着那种黑色的制服，举着一个手，吓我一跳。刚才就是因为我这个光也不是很亮，然后照在那儿若隐若现的，真的老吓人了。哇，好冷，好冷，好冷！我的妈呀！holy shit！有只猫。哇，这个地方好冷啊！我的妈！哇，一下凉飕飕的。而且这晚上我都不知道骑到哪儿来了。哎，我操，那个门是什么？那种假山的那种门。我靠！哇，终于骑到路灯下面了。这条路应该就是迎宾大道了，好像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段路，就很亮。就有种欢迎从远方而来的人们的意思。哇，这个灯好好看！骑了一段很长的就没有灯的路，在手机上找到那个好像还可以的露营地，空气里面有股那种野草的香味。哇，好凉快！现在好像只有26度，然后我骑车就有点冷了。义乌县烈士陵园，然后右边是一个湖。哎，不知道去哪里露营。好看。哇，有在晚上这儿钓鱼的。我靠，这只跑到，我操！人家这儿钓鱼，他跑到水里去了。完了，他到水里去捡了一个瓶子上来。这过来，过来，别，人家钓鱼呢。no， 过来，水，可以钓鱼吗？这里？可以啊。捡了一个瓶子在那玩。哇，这个地方环境好好。现在只有26度。就我在河西走廊走了这么多天，一下走到了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感觉像是。看对面有山，然后这边有一大片水，然后空气很清新，然后温度很凉爽。你把人家湖的水喝干了。OK， 今天就搭帐篷搭到这里了。这里有几棵大树，然后大树的那一侧就是南边，应该能挡到阳光。然后我相中了这个地方，一是环境好，第二个给你们看一下，这是个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证。哇，怎么样？哇，好帅！我本来想在这底下搭个帐篷，但是不怎么遮阳，但是感觉在这底下搭个帐篷好拉风啊！爬到这个炮管上去做2个引体向上。搭好了，就搭在这个烈士陵园旁边这个停车场这里。这上面有棵树，旁边他们有来钓鱼的，可能晚上夜钓的吧。
现在准备来泡个面。然后今天这个馒头买了这么多，我和追追两个吃，然后给他加了一些狗粮泡着。现在泡面了，面泡好了，就着馒头吃。准备吃面吃饭了，现在晚上12点多了，终于能吃上一口饭了。哇！旁边来了人，我刚才不是说他们是来钓鱼的，我以为是他们是跟这个钓鱼的是差不多的，结果他们说是从哈密来的，就是哈密市区来的，来这边玩的。刚才我在这儿吃面，他们给我拿了2个很大的鸡腿过来，就这个，刚才掉地上了，刚才拍视频的时候还掉地上了。终于回到帐篷里面休息了，现在1点多了。哇，终于到新疆了。现在我是用的相机在录，因为今天这个支架嘛，就彻底坏掉了，手机就用不了了。这里是15线，这个地方属于是哈密市，但是跟哈密市区隔了一个天山，东天山就是天山的东段。这里海拔我看看，这里海拔1695米，就差不多1700米的样子，然后湿度有10几，温度的话，晚上最冷的时候是19度，白天的温度就29度左右。然后这边也没什么大风。为什么来这15线？其实来15线我没有做任何攻略，我只是发现这个县城在那个天山的北边，就是我想着它凉快一些。因为哈密太热了，我就之前的那个视频嘛，就是我做规划的那个视频，就是来新疆的规划。我就是计划着不往哈密走，就是往天山的北边走，要凉快一些，因为有追追嘛。然后我也不喜欢天气热，因为天气热的话，就做什么就容易出汗，而且在户外用水啊不方便，然后洗澡就更不方便了。所以我就想往北边走，就北疆走，要凉快一些。所以就到15了。本来是打算再聊一下，我这几个月就是骑行河西走廊的一些感受，还有就是，今天骑摩托车第一次上高速的感受，还有就是第一次到新疆，的感受。但是现在有点累了，搞不动了，说话没劲儿了，没精神了，想睡觉了。现在1点多了，录半天录不明白。OK， 下个视频再见吧，这个视频就到这里。